其实互联网它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展示你真实生活的所有部分嘛，嗯它肯定会有一些人设的部分在，因嗯，为你有了人设，大家才能会记住你，提到你才会想到你是什么样子。对。那你们觉得，这个人设对于你们的帮助更大一点，还是会限制你们更大一点？就比如说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啊，很多人对我的评价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青春或者是比较阳光的人，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男孩。我你是说外形吗？不论是外形还是性格，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对我的了解有一个限制，然后导致我自己而且我自己的内心我比较偏向于走那种狼性的那种风格的，但是他哦，大们都说背头。不适合我，并且我一发这种作品，它的流量都会很差，所以这种无意识当中也是限制了我整个人的状嗯，态。嗯。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这种人设的裹挟？应该多少会吧，但是我觉得，反正它肯定不会影响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我私底下我这个本人的状态。你比如说网友可能就喜欢看你这一面，那我就展示这一面好了，我就会这样想。那你就把网友想看的那一面你展示，但是它不会说影响到，比如说我私底下，你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大背头，或者私底下就是比较酷啊那种，那我就还是保持我私下的状态。但是确实因为你嗯，做自媒体没办法，你这个数据就是嗯。一个很直观的嗯，东西，所以确实。你就可能还是得很难讲，还是得对。顺应网友的那个有一种审美。说法说的就是，自媒体就是展示你的人设给观众看，就是演给观众看的。当然哦，这个演是打双引号的了，是，就嗯是让观众知道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就做这些事情给他们看就好了。对，嗯嗯那灰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我觉得，如果把自媒体当做是自己的工作，那你还是要适当的为工作去做一些妥协的。就比如说这个人设，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人设是大家对你的一个比较刻板的一个印象，但这个嗯，刻板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就比如说嗯，你是一个甜妹的形象，那大家看见甜美青春的东西，他就想到你，就想让你拍。那可能你去尝试一些御姐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适合你，你还是不要这样拍了。但嗯我觉得也是说明你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特点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双刃剑吧，有好有坏。嗯，那会不会觉得比较割裂啊？就有时候自己互联网的人设和自己现实有点不太相符，不太一样。会不会觉得处在这个困境当中会觉得有点割裂啊？会有吗？我还好吧。我也还好。我们就是你表里如一是吗？生活里也比较爱我觉得演。工作跟生对，活是完全可以分开的。嗯，哦，但是我唯一的那种想法，可能就是跟你一样，就是大家可能被我的外形所限制吧，算是，因为看到我的这个觉得你黑是酷女孩儿。皮，然后看到我的可能整个人的长相或者怎么样，就觉得哦，你是很帅，你很酷啊，那种怎嗯，么怎么样，很拽，适合走那种拽一姐风。嗯，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也会萌生出那种小女孩儿的想法，就有的时候嗯，我也想当一个甜甜妹。甜的、可可爱爱的女孩儿，但是发现，可哦。能有点结果不是很很如意。对对。我还比较想问啊，就是你们两个作为姐妹花，可能无形当中也会被有所比较，可能也许是自己的比较，也可能是父母眼中的比较，也有可能是老师、同学眼中的比较。那你们会不会感觉到有所压力，或者是有焦虑？比如说姐姐某一些方面做的就是比我好一点，或者妹妹某些方面比我优秀一点，会不会心里有偷偷这种比较，或者是带嗯。来的焦虑的结果？小的时候有吧，小的时候多一点。因为小的时候我俩他就首先拿一个最明显，就是小的时候他特别白，他皮肤。嗯。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假小子，就是我头发是那种很短很短的，可能比小猴你的头发还要再短一点点。天呐，这么短。好难以想嗯，象。对，然后就是假小子，皮肤也很黑。然后以前就是，贪玩嘛，他们就会觉得女孩子应该是姐姐这样子的，就是淑女一点，然后皮肤白白净净的这一种。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印象说这个比较多。然后长大了之后，其实拿我俩就是外貌或者什么比较的就少一点了。可能现在我听到的比较多，拿我俩比较的是网友吧。就是网友嗯，可能乍嗯一看到两个亲姐妹，就会无形中在对比，觉得哪个嗯更好一点。但是嗯我俩自己心里肯定是不会去对比的。
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外人看不出你们俩的关系嘛，他们只是觉得刷到了个视频，两个都是女生，就对，会进行一个同性之间的比较。我们俩心里其实不会比较的，但根本不是嗯 care。确实听到一些评论也会挺反感的，因为有嗯一些人评论确实评论的特别那个什么，嗯，嗯但拉一踩是我们一。我们家好像还好，我们就是我们家还好，家庭氛围还是挺好的，爸妈嗯不会从小说啊，你看妹妹比你好，你看姐姐比你好，你就应该向她学习啊，或者说你怎么这个做的没有姐姐好啊？就我们家庭没有这种哦，比较的这那氛种氛围。围很棒，对对对。对对，嗯我身边就是我有一些堂哥，嗯，他们就是我们每次考试之前，因为我的堂哥刚好比我大3年，我中考的时候他哦刚好高考，然后我小学哦，升初中的时候他刚好中考完，然后每次就是到这种大型考试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你看你堂哥已经考到这个学校了，你是不是要向他好好学习？”你就会无形当中给我带来很嗯大压力，我就要拼命的学习啊，就是想要争一口气，就是这种感觉。明白。也是为自己争口气。对对对，那么嗯你平时会有这种之前的学业上的这种焦虑吗？其实对于学业上的话，我一般从小都是我自己心里会去跟别人比较，就是我可能有些时候，因为小时候成绩比较好嘛，然后后来的时候，初中进去可能刚开始进去有点浮躁，然后又加上刚刚住宿有点不习惯，然后那个刚开始的成绩就没有那么理想，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很丧，但是呢，我自己就会跟别人比较，我说我们两个是以同样的成绩考入了这个学校这个班，那凭什么进来之后我的成绩就要比你的不好？就是我自己会去比较，然后我就会去自己暗自较劲。你会哦，化那个焦虑为动力吗？嗯，如果是在我擅长的事情上面，我会；如果是我嗯不擅长的话，我就会一直内耗。内耗，啊，内对，耗内耗。因为对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可能大家都会是比较有自信、有对信心。但如果不擅长的话，可能就是会觉得人家好像确实比我好。嗯，因为现在妮妮不是已经在做自媒体的工作了嘛，那你觉嗯。得，你之前所学的这些表演和这个自媒体的工作，它的关联性大吗？你会不会觉得，哎，我之前做的那么多努力都白费了？好像我本来就长这样，我好像本来就可以用脸做好这个事情。我之前学的那些东西，好像它的价值在哪里呢？你会产生这种认同感空缺的时候吗？其实不会，不会，但是我觉得做自媒体并不是说你只靠脸就行的，你包括说，可能你看到的我一条爆款的颜值视频背后，大家觉得，哎，你不就长得好看吗？你就露个脸就好了嘛。但其实你想啊，你背后你的妆发、你的拍摄、你的剪辑、你的素材等等等等这一系列要付出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而且包括你可能大家看到的一些颜值视频的背后，你就像我前2天出去外拍嘛，拍那个秋天北京特别火那个枫叶，就早上8度，然后我就穿着一个吊带裙加一个那种开衫，就这么2件，你就8度拍了3个小时。那大家就觉得你这条视频很好看啊，确实，可是你背后的努力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但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我觉得这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应该干的事情。但对于大学跟自媒体有没有什么关联来说，说实话，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大。他可能会就比如说你在大学里学习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他可能磨练了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之前练早功，或者是压腿啊这种，可能会间接的影响你的一些信念啊，或者是能让你更加坚持的做一些事情。对，会的，我觉得。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你们学表演的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写作课，或者是有没有剧本课之类的，也会给你写脚本有一些灵感。对，有。我是觉得这个表演跟自媒体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关联的，因为我觉得学表演啊，你就是重要的也是你在学表演的过程中获得的成长和收获。它不可能，它不仅限于你在舞台上的展示，还有就是你在学习中，你的毅力啊，还有你的意志力啊，就是行动力其实都会变强。那这个的话，就是带到你其他任何职业工作，其实都是有帮助的。确实。
就是我们学习的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更嗯，多培养的是自己的一些信能念和力，能力。对对，嗯。对，哎，其实我很想问一下你，就是因为你现在不是算是全职在做自媒体博主嘛，嗯但就是会不会遇到说，当你这条数据爆了，然后或者说你这一段时间的数据很好，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什么都是好的，吃嘛嘛香，但是当出现连续2条或者3条数据不好，你会不会陷入自我怀疑？就是说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就是拍的不好吗？还是嗯，说这个视频剪的不好吗？你会陷入这样的自我怀疑吗？还是说这是正常的？我不会咋想，我会去做。啊，就最开嗯，始做自媒可以，体的时候，就我可能1周7天，我有5天我都在拍，嗯，就通过量来积累吧，就一直在拍，一直在拍，一直在得拍，就产出，对，产嗯出主要靠量。因为我觉得你去想，我这条数据不好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你不如去做，就哦，你先动，然后你先做起来，你才能知道一个这样的反馈嘛，或者说观众可嗯。能会更喜欢你哪一面这样子。